欢迎大家收看台湾呼吸道医学会线上频道，我是 Fifi。慢性鼻炎跟鼻窦炎困扰了相当多的患者。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鼻病的治疗与检测上有哪些进展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星光医院耳鼻喉科蔡一珍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相关资讯。欢迎蔡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台湾呼吸道医学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请问蔡医师，听人家说慢性鼻窦炎跟鼻息肉开完刀就会好，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记得我们鼻科前辈叶德辉医师曾经说过，慢性鼻窦炎就像是一种发生在鼻腔内的系统性发炎疾病，那就像气喘、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一样。那既然是系统性的发炎疾病，我们就不会说它是一种开刀可以完全治愈的疾病。那开刀其实主要还是占辅助的角色为主。蔡医师最近有篇研究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是关于穿透素在慢性鼻窦炎上面的角色。请问蔡医师，什么是穿透素呢？慢性鼻窦炎已经知道跟感染以及自身的免疫相关。那常常会有一些病人，在药物治疗之后，或者是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可能过一阵子，它会反反复复的又发生感染，或者是又复发。那有时候甚至需要去做第二次的手术治疗。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疾病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去治疗。而在追踪的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都需要耳鼻喉科医师利用鼻窦内视镜或者电脑断层来做一个辅助的诊断。那目前来讲还是缺乏一个比较可靠的生物标记。那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呢，我们就利用了生态聚糖，它是一个细胞壁的一个主要成分。那我们利用这个生态聚糖呢，来当做抗原，刺激我们的慢性鼻窦炎的组织以及细胞。那我们发现到，就是在它的这个鼻窦炎的组织、细胞，还有它的病人的鼻腔分泌物，都可以侦测到这个穿透素的存在。那其实穿透素这个东西，就跟大家常听到的 CRP 是一样的概念。那 CRP 它是一种比较短链的穿透素。那有时候在一些发炎的时候 ，CRP 会上升。那所以说，在当代的医疗里面，那 CRP 它是一个很可靠的发炎指标。那我们这个研究就是希望说，看看穿透素是不是可以同样有一个潜力，或者是可不可以当做一个可靠的发炎指标这样子。哇，这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最后想请教蔡医师解说一下穿透素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那谢谢菲菲。那其实我们做基础医学的学者，那其实最常会被别人问到就是它的临床应用价值在哪边。那其实我们这个穿透素的研究还是有它的一些临床价值存在的。那我们可以用手板来做一个讲解。那其实这个 peptidoglycan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细菌细胞壁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我们用它来当做抗原来刺激细胞。那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当它会接受到这个细胞上面的这个toll-like receptor 之后呢，它会引起许多的转录因子的活化。那这些转录因子呢，就会使得细胞核的许多的基因产生表现。那其中一个基因就是这个穿透素的基因。那当穿透素的这个基因大量表现之后呢，它就会转译出许多的穿透素的蛋白质。那蛋白质呢，它就会被分泌到细胞外面。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鼻腔分泌物呢，就可以侦测到这个穿透素的一个蛋白质的存在。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穿透素的蛋白质的一个表现，可以知道说这个病人他的鼻窦炎是处于复发，或者是处于一个急性正在活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一些怎么讲，就是一些不是耳鼻喉科的专业医师，像是家医科或者是内科或者是其他科的医师，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使用鼻窦内视镜，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开一个电脑断层这个诊断的时候，或许以后他就可以借由侦测病人鼻腔的这个穿透素的这个量，可以知道说他这个病人的慢性鼻窦炎是处于慢性期
还是一个活化期的一个状态。这是我想它在临床上未来应用可能的一个价值所在点。今天感谢蔡医师跟我们清楚的讲解，让我们了解穿透术是什么，以及它在治疗慢性鼻窦炎上面的重要角色。再次谢谢蔡医师的分享，谢谢。